据我所知，索尼在这2年对研发部门做了巨大的改革，从过去的电影线、微单线、镜头、手机线各做各的，到现在被整合到了一整栋楼里面，研发人员之间的屏障被彻底打破了，也没有了信息差。那这个举措至少在今天这个时点看来，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你可以看到索尼用同一块传感器，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机身，资源利用率大大增加。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评测能讲的东西越来越有限了，因为它的画质各方面太相似了。好久没有一个能让我觉得想多讲一点的设备冒出来了。但是今天这个设备，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在2012年9月的 FX30评测里面就有推测过这样一个定位的机型，那个时候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看来这一次我们大家都蒙对了 ，Cine Alta B 这台售价20万元的索尼全新电影机，占下了这个一直空缺的生态位。在今天这个时点，单论画质，其实说真的 ，FX3、HC2、佳能 R5C、松下 S52， 他们都已经很好了。我在最近还看到一些这个争论在小某书上，什么 A7S3 和阿莱索尼威尼斯比画质到底有没有区别啊？这个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没法来把它吵明白。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果你会来讨论和关注这个话题，那我觉得你已经非常专业了。90%以上的人，我相信他们乍一眼是看不出这2个画面的区别的。那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在微单画质变得越来越好，碰到这个边际曲线的时候，电影机这种大块头，它当今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好奇你的答案，也许是帅，也许是让甲方信任。那对我们团队来说，时间码、ND、RAW 内容，还有团队协作功能，这是我们最在乎的。哦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稳定，它不能掉链子。所以这也基本就是索尼在这台机身上面做的事。你往里面看一看，就会发现 Alta B 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拿来做散热了。不过实现稳定也会有对应的代价，就是它体积注定会比微单要大很多，也会重不少，是真的不少，大概相当于4.5台 FX3 的重量。所以假如你选择手持 Alta B 拍上半天，说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比起它老大哥威尼斯2，那已经算是天与地的一个区别了。当初我们拿着威尼斯2在冬天去西湖边拍过测试，要4个壮汉轮流扛着它才能走完速递，那个玩意是真的服务电影工业的产品。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级别，我们用不了，说真的。而 Cine Alta B 其实从它的各个指标来看，它都会希望服务更多的人群，尤其是高端的 TVC、纪录片，还有小规模的剧组。那有3个功能最能说明它这个定位：可更换的主动式 E 卡口、自动对焦，还有传感器加陀螺仪防抖。这些都是通常不会在电影机上面出现的功能，但是 Cine Alta B 它就是有，真的很特别。所以我想在讲画面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3个功能。首先，无论是在广告还是电影剧组，假如你去看他们的相机，通常你会看到一个这样形状的卡口，这个叫做 PL 卡口，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那它的名字就是来源于一个英文缩写，叫做 Positive Lock， 也就是主动式锁止。所以不像是微单，你是把镜头咔嚓卡上去，它 PL 卡口是你把镜头放上去，然后转这个卡口把它给嵌住。那这样的优点就是它镜头几乎没有任何的晃动，尤其是在车拍或者跟焦的时候，这个优势特别明显。那缺点呢？第一是它的卡口很大很重，第二是因为历史太久，所以不像现在的卡口这么智能。所以 Alta B 这次除了有一个标准的 PL 卡口去兼容这些传统的影视镜头，你还可以把这个螺丝给拆了，换上了这么一个主动式的 E 卡口。它的逻辑和 PL 卡口是一样的，你转动这个拨片来完成锁定，这样的优势也很明显。这些 E 卡口镜头再也不会有这种晃动的声音，还有震动的这个画面了。而且因为它这个 E 卡口是带触点的，所以这台 Cine Alta 线的电影机第一次有了自动对焦。而且更离谱的是，这台机身为了实现自动对焦，它加进去的是那块 A7R5 的 AI 对焦芯片，所以它的对焦真的很猛，几乎就是指哪打哪，而且可以实现触摸跟踪，哪怕有一个人遮挡或是转一下头，也基本不会丢焦，非常的靠谱。那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讨论说自动对焦变强了，跟焦员就会失业啥的，这个我倒是觉得其实不怎么矛盾。我一直觉得跟焦也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比如焦点过渡，或是多个物体来回切换。那我客观来说 ，Alta B 它不可能有跟焦员这么自然，就会很快的一下子拉过去，哪怕是设置半天，也不可能有人的这种感觉。但是有的画面，比如这种大光圈的推进镜头，没有自动对焦，我觉得还真不行。比如最近奥本海默，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有些画面的焦点就会有一点软，因为这种运镜靠人真的很难跟，哪怕有经验，也是谁跟谁落泪。只要拍过学生作业，拍过 TVC， 你应该都会懂这个痛。那这种情况 ，Alta B 有人眼识别对焦，就会大大提升成功率。
那在自动对焦方面，我觉得我唯一可以抱怨的地方就是它虽然用上了索尼的 AI 芯片，但现在只能识别人，而不是像微单那样可以识别各种各样的物体。而且 AltaB 没有像佳能那样利用相位对焦来实现手动对焦的这个辅助工具，那个功能真的很好用。我希望 AltaB 未来能有，但现在没有。那在看样片之前，我想讲的最后一个功能就是防抖。AltaB 这台电影机居然做上了一个物理的5轴防抖，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内置安迪滤镜还有这个机械结构同时存在，还是挺厉害的。而让我觉得更加离谱的一点是，索尼把陀螺仪防抖放到了这台机身上面，这太抽象了。除了 ZV-E1 有，现在索尼只有 AltaB 内置了这个功能。那虽然它需要把传感器从全画幅先裁到 S35， 然后再在 5.8K 的分辨率基础上继续裁切，才能够开启这个功能。但是这防抖效果是真的猛，我可以扛着它走来走去拍，仍然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画面。这对于画质要求没有这么高的纪实类还有纪录片团队，应该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毕竟拍到要比拍好更重要一些。那当然，如果索尼能提供一个全画幅模式的陀螺仪防抖，那会更好。现在的裁切你看是真的有一点夸张。如果你拍的是全画幅，那当前能启动的是这个标准的5轴机械防抖，过滤掉站定拍摄时候的手部抖动，这没有问题，但是不适合走动来拍摄。所以 Cine AltaB 这台机型，你看下来你会觉得它还是挺大胆的，对吧？做了很多电影机行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行业说真的还是非常传统的，很多时候都是靠人来解决各种问题。相机大了要稳定，我们上一个更大的稳定器，多2个摄影助理帮忙扛着，再来2个安全员辅助摄影师，再来配一个跟焦员。剧组里面真就是这样，这确实也能解决问题。但是影视行业最贵的从来都不是设备，就是人。无形之中，这些传统的解决方案就把影视行业的门槛给拉高了。AltaB 给我的感觉，它更像是一台微单，这不是贬义，就是如影4D 也给我一样的感觉，真的非常的易用。它没有什么高大上的门槛，什么东西，只要你用过 A7，那你拿到 AltaB， 我相信你要不了半天也能够上手。可能最大的区别还是在它的画面还有后期的空间上面。之前拍样片，我觉得我们掉进了一个怪圈，会非常的模式化，也非常害怕，因为哪怕大胆一点都会被人喷。你是靠调色，你去这个漂亮的地方，我去不了，你一定是收了厂商的钱刻意美化它，我拍不出来，这挺打击积极性。其实评测我们真的不收钱，去这些地方也是自费过去，因为我们喜欢拍。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次非常抱歉，我们想了半天，觉得与其迎合一些人拍着越来越中庸白开水的评测画面，不如来看看我们摄影组在全世界用 Cine AltaB 手持拍摄的一些素材。我们这次也让调色师做了一些风格化的处理，在松弛状态下，我们一起来探索一台相机的上限，或许会更有意思一些。AltaB 具有一块少见的全画幅3:2 8.6K 分辨率的传感器，不过少了一些最高帧率的记录规格。但即便如此，你仍然有 8K 30帧、6K 60帧、4K 120帧的记录规格。这些参数乍一看和微单是拉不出差距的，但是当你看到它还有16档的动态范围、很少的果冻效应，以及动态范围分布不受影响的双原生 ISO 800还有3200，这个区别就会变得明显起来。那 AltaB 当然没有 FX3 这么好的夜景拍摄能力，但在电影机里面已经算是佼佼者了。我们在夜晚可以比较放心的把 ISO 推到6400来进行拍摄，仍然得到一个非常有质感的画面。而为了承载这块传感器的性能，索尼电影机旗舰威尼斯2的特殊规格，具有16比特色深的 XOCM 格式，被下放到了 AltaB 上面。那虽然被割掉了 ST 还有 XT 这2个高码率模式，但是好歹你还有这个 LT 能够让你记录。那这个规格其实很有意思。
影视行业我们都知道 RED 具有压缩 RAW 的专利，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一直限制着别的摄影机厂家能够实现内录的压缩 RAW， 这对行业的影响其实非常大。而 XOCN 索尼从来没有说过它是压缩 RAW， 但是它有 RAW 的功能吗？它有，它可以调白平衡，它可以调曝光，它可以恢复大量的细节。我不知道索尼是怎么解决 RED 这边的问题，但是它就是 RAW， 而且回放还要比 RED 要顺畅很多。在我们公司的 Mac Studio 上，我们可以同时在达芬奇里面回放4条以上的全分辨率 8K XOCN LT 的素材，而 RED 8K 的 R3D 2条以上就会卡顿，这我觉得真的还是挺震撼的。那很多人其实会觉得拍 RAW 很恐怖，后期很复杂，但是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甚至会比常规的素材更简单一些，你几乎不可能搞砸一个画面。比如这样的画面，色温、ISO 全部设错，常规的素材你恢复半天可能只能变成这样，能变得真的很少。但是 RAW 你白平衡调整，曝光拉上去，只要在现场你把焦给对上了，没有完全过曝，那其实就没事儿，你的素材仍然能用。这就是 RAW 的意义，你有着最原始的数据，所以任何后期的处理都可以被你重新修改。那唯一不能变的就是镜头，还有你喂给传感器的画面。我挺赞同国外一位导演 Mark Toa 的观点，他说镜头才是画面风格的基石，锐的、柔的、复古的，都取决于你装什么镜头，而不完全是传感器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尽可能多用了一些镜头来呈现这些画面。色彩科学是一个非常玄学的事，我不知道你觉得 Alta B 的色彩怎么样。那索尼官方说它用上了威尼斯的色彩科学，我们也拿了一些别的电影机和微单来对比了一下，你可以看看你更喜欢哪一个的颜色。除了基本的色彩科学，索尼这次还提供了几个风格模式，和单纯的 LUT 似乎有一些区别。我一开始觉得没有用，但试了一下发现还是挺好看的，这种冷色调还有暖色调都还挺不错的。那文件体积即便经过了压缩 ，8K 的 XOCN LT 仍然会1分钟用掉13个 GB 的存储空间，所以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用6K 50帧来进行拍摄，画面会裁切 1.07， 但是文件体积会小一半，还可以升格，是我们当前最喜欢的格式。那如果你选择不拍 RAW， 想要更小的文件，这次索尼除了 XVC-I， 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 XVC-H 的格式，是基于 H65 的一个格式，压缩效率会更高一些，能够拍摄 8K， 所以解析力仍然会非常夸张。所以如果你的电脑支持 H65 的解码，那这个新的格式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这些数据最终会被录制到 Alta B 机身上的2个 CFB 卡槽之中。那如果你选择导入 LUT 文件到机身里面，那还有个 SD 卡槽在机身的下部。那相比索尼过去昂贵的2万块钱1TB 的特殊的这个 AXS 存储卡，现在能够兼容 CFB， 总归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接口方面 ，Alta B 提供了2个12G SDI、HDMI、TC。Genlock 网口、双卡农口，要什么它都有，这也算是电影机行业的一个标配。反正你拿起来就能用，也不需要额外的配件。供电也是一个简单的 V 口，插上就能提供相当持久的续航时间。那这些都没啥说的，我觉得让我最震撼的反而是它的开机时间。你看一下，就这样，然后就开了，和微单是一样的，几乎就是秒开。那传统的电影机在这方面基本上就是被爆杀的，通常都要花上半分钟，还有1分钟才能慢吞吞的启动。这一点在做紧张的商业项目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那除此之外，这个机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盒子，我不知道你觉得好不好看，你可以评价一下。因为重心比较平衡，你在用轻一点镜头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装到 RS3 Pro 上面来稳定。再加上它因为有内置的 0.6 到 2.1 的无极电子 ND， 所以很适合精细的调整曝光来控制动态模糊。这对于大范围的运镜优势还是比较大的。那按键和操控，反正还是索尼那一套，我不能说特别好，反正能够适应。真正让我想吐槽的，我觉得应该还是这块屏幕。那虽说做工很不错，也很亮，但是这个黑边你看一下，这真的是2023年的产物啊，真的有点大的离谱。实际使用的过程中还是很难看清画面的细节。那当然，这次索尼还给屏幕设计了一个 EVF， 你只要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当成一个 EVF 电子群像器来使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屏幕如果是4寸或者5寸的，
我觉得会好很多很多。同样有点拧巴的问题也会出现在 Alta B 的菜单上面。索尼这次给它配备了这个类似于阿莱的快速调节模式，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可以迅速的调整必要的参数，也可以把屏幕这样翻过来，在剧组拍摄的时候给摄影助理当成一块完全的操作屏来用，这触摸实体键都可以触发功能，这非常好。然后你会发现，索尼还有一套菜单，帮你快速调节没有那么必要的参数，这也挺好。然后你会发现，长按 Menu 按钮之后，你会进入到一个传统的索尼专业摄影机菜单，来让你控制更不那么常用的参数。你说这个菜单吧，每个拿出来，那我觉得都还挺好的，但是混到一起，真的让人非常的懵逼和抓狂。有的菜单可以触摸，有的不行，有的必须要摇杆，有的必须要别的交互模式，有的是即时调整，有的是调完以后你退出去才能看到结果。这就非常的索尼，这是我最大的抱怨，能不能有个更完整一点的菜单系统？因为这个机身可以接一卡口的镜头，也很适合肩扛。索尼这次把过去几代的 FX7 还有 FX9 的肩扛手柄改进了一下，又给放回来了，而且还有个肩托配件来帮助你上肩使用。那肩扛其实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操作模式，相对画面会比手持少掉很多高频的晃动，拍一天也不至于这么累。只是这个手柄，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居然是单买的，这个机身可是卖20万元的，然后索尼居然还让你在价钱买一个手柄，就会有一点点难受。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 Cine Alta B 算是2023年影视行业的一颗非常大的炸弹。索尼想要借助这台摄影机重新与阿莱还有 RED 竞争，受众人群更广，使用门槛更低，把名品技术上放到专业线了。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自动对焦和防抖对我们团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毕竟剧组不只是装一个样子，最终你还是要拍出东西来。所以做久了以后，我会发现我特别喜欢和小团队拍片，而不是一个大的剧组，因为每个人都会很懂行，也不是一个螺丝钉，人都很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感觉。Cine Alta B 我觉得挺好，可以降低剧组的复杂度，我个人也用得很舒服。哦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评测完这个机子就给我们了，所以我会说好，那真的没有，我们测完就寄回去了。我真的觉得挺好的，但是哪怕我想要，我们也是得原价买，没有任何折扣，20万一台。所以还是这句话，博主的身体是最诚实的。你可以看看半年、1年以后，我们自己有没有用上它。如果我们自己也买了，把它当成了生产力工具，那或许更能证明一些我们的观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 Cine Alta B 的上手视频，希望你觉得有一些帮助。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V3连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